窗外的雨还在下，雨滴划过玻璃的轨迹，像极了我们混乱不清的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这个安静的时刻，我想问你，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努力全是徒劳？你是否觉得自己正在走一条毫无意义的弯路？你看着身边的人都走在笔直的大道上，而你却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，在浓里跌跌撞撞。这种迷茫与恐惧，我们都经历过，但请相信，人生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跑道，它更像是一幅散落的拼图。你现在手里握住的每一块碎片，哪怕看起来再怎么不起眼，其实都是为了未来那个宏大画面所做的准备。今天我想讲一个关于连接点滴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曾是世界的宠儿，却在30岁那年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无情地踢出门外。他经历了最彻底的失败，最深的羞辱，但他却在多年后告诉我们，被苹果开除是我人生中发生过最好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正是那段黑暗的时光，将那些零散的点滴串联成了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。他就是贾伯斯。年轻时的贾伯斯站在里德学院里，迷茫且叛逆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休学。但他没有离开，而是去旁听了一门书法课。那里没有商业逻辑，只有优美的字体艺术。他沉迷于字迹的调整，沉迷于那些古老字体的美感。在当时看来，这简直是全世界最无用的技能。这能帮他找工作吗？不能，这只是一个随性的、孤独的点。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，10年后你会用这个知识设计出麦金塔电脑，他一定觉得是天方夜谭。但这就是命运的伏笔。21岁的他创立了苹果，短短10年，苹果变成了科技帝国，贾伯斯登上了权力巅峰。然而，命运总喜欢在最高潮时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。1985年，因为经营理念分歧，贾伯斯被董事会赶出了局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刚满30岁的他被剥夺了职位，从科技金童变成了无业游民。这不仅是失业，更是一种公开的处刑。他后来回忆说，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低谷，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，从世人眼前被抹去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做？是从此一蹶不振，还是像个受害者一样抱怨世界？贾伯斯痛苦了几个月，但他发现，虽然被抛弃了，但他对创造的热爱从未熄灭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感到一阵轻松。成功的沉重负担被重新开始的轻盈感取代了。这段被放逐的岁月，看似是人生的垃圾时间，实则是他最肥沃的土壤。他创立了 Next 电脑公司，累积了强大的技术架构，这是一个点。他买下了一个不起眼的动画部门，也就是后来的皮克斯。在那里，他学会了如何讲故事。当玩具总动员感动全球时，他明白了情感的力量，这是另一个点。在这段流放的日子里，他还遇见了一生的挚爱，建立了家庭。家庭的温暖修补了他内心的黑洞。12年后，苹果濒临破产，急需救世主。命运的齿轮完美咬合，苹果收购了 Next。 贾伯斯带着他流浪多年的战利品王者归来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点滴奇迹般的连结在了一起。如果没有当年被开除，他就不会学会倾听与合作。如果没有 Next 的技术，就不会有 macOS系统。如果没有皮克斯的叙事经验，苹果就不懂得用感性去打动人心。如果没有当年那门无用的书法课， iPhone 就不会有那么美的界面设计。你看，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失败，那些看似浪费时间的弯路，每一件都成了他重返巅峰不可或缺的武器。他把这些散落的珍珠串成了一条项链，于是 Apple iPhone 接连诞生。他不仅拯救了苹果，更彻底改变了世界。他在史丹佛大学的演讲台上说，你无法在向前看时将点滴连接，你只能在回顾过去时才看懂它们的意义。所以你必须相信，这些点滴最终会连接在一起，这会给你听从内心的信心。后来，当他面对死亡的威胁时，他依然平静地告诉我们，记住自己终将一死，是避免陷入患得患失的最好方法。你已经赤身裸体了，没有理由不去追随你的心，因为知道时间有限，
他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，把对世界的爱全部注入到产品之中。亲爱的朋友，故事讲到这里，我想回到荧幕前的你身上。也许你正处于低谷，刚刚经历裁员或分手，也许你正在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，觉得在浪费生命，也许你正在学习一项冷门技能，被周围人嘲笑。但请看看贾伯斯，请相信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。你流过的汗水，熬过的深夜，受过的委屈，甚至是那些让你痛彻心扉的失败，他们都是你生命中珍贵的点。现在的你可能看不懂他们的意义，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们身在迷雾中。但只要你继续向前走，只要保持热情，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，有朝一日，当你站在未来的山顶回头看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那条蜿蜒的小路竟然是如此清晰完美。原来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所以不要害怕迷路，去学那门你想学的课，去冒那个你想冒的险，把你的点滴洒落在生命的画布上，交给时间去连接，去爱你正在做的事，去相信你的热情，去专注地活在当下，因为所有的点滴都会在最完美的时刻连接成你改变命运的力量。由心流时刻制作，欢迎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一起前行。告诉我，回顾你的人生，有没有哪一个曾经以为是坏事的遭遇，后来却变成了你的祝福？在留言区写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点滴连结的奇迹。